湘西位于中国湖南省西部，这里生活着3亿多年前古代生物和神秘生命体的小宇宙。2年间，我们用4K 摄像机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。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。大自然和人类共同创作的传统美食。如若仙境，世外桃源般的张家界，数亿年前竟是一片汪洋大海，真是难以置信。连日来的阴雨让宿雪里一脸愁容，不能上山采摘，意味着没有了收入。我从小就是20岁的时候就采眼耳，它是清凉退寒，没有电冰箱的时候，它那个你菜里面放一点眼耳，不变味。清晨，宿雪里凭借多年的经验，他决心冒一冒险，因为今天可能是这1个月来最好的天气。这里并没有上山的路，他是怎么上去的呢？我们带绳子的话，绳子背到肩上，我们双手爬上去，爬上去以后下去，把绳子系到身上的，上面挂在树墩上，往下下。从悬崖边上下来，只借助悬崖上的树木和绳子，从这个万丈绝壁上下来，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。这个树，岩壁上长的树很结实的，自己都看好，不要粗心大意。他在悬崖边上采摘着什么东西？这些像枯叶一样的东西叫做眼耳。那时候社会工资的话只有1块5毛钱一天，那时候我们的眼耳有斤眼耳就换上就是300多块钱一斤。眼耳生长的速度年均不足1厘米，长成这样一丛需要30年以上的时间。它被独特的生长环境保护着，避免了动物啃食和人类破坏，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能采摘得到。65岁的宿雪里有着整整50年采眼耳的经历，是用世代相传的方法。宿雪里与张家界生长眼耳的山壁间，早已有了某种默契。回到家，需要马上烧水。在悬崖边上采摘的眼耳干枯易碎，这是地道的处理程序。天气晴的话就是很干，采上去一雪就碎了。但是用水一拔，拿到里面水洗的时候这么采，它有弹性的，这就是真正的眼耳。往干枯的眼耳里倒入开水，并用手揉搓，就会使其变得柔软。变得柔软的眼耳会散发出一股香味儿。现在价格比较贵，我现在卖1200一斤，以稀为贵嘛。
刚刚采摘的盐饵，被宿雪里以最快的速度卖到了山下的大酒店。厨师是处理盐饵的能手，无需复杂的烹调。猪肉和盐饵是最合适的搭配，它含有丰富的纤维，可以抑制人体对胆固醇的吸收。锅里放入植物油，再放入大蒜、调料和猪肉一起炒。放入足够的水，再放入盐饵。把食材和调料充分混合，一盘盐饵炒腊肉便出锅了。悬崖绝壁的漫长孕育，加上勇气与记忆的耐心求索，造就了大山里的这位地道山珍。到了夏末，整个湘西依然是被绿色覆盖着，无论早晚，云雾都笼罩着整个山村。这里一年中1/3的时间都是云雾缭绕。在湘西，梯田里养殖着类似鲤鱼的淡水鱼。稻花鱼会通过游动产生氧气，供自己呼吸。它能吃掉水里的害虫，有利于稻子的生长。鱼的粪便还是上好的肥料。秋天到了，云雾消散，湘西的农民都忙着秋收。收割完的稻子要在太阳下暴晒2周。秋天，这里的昆虫也都出来晒着太阳。农民挑着担子出门。秋收时节，稻花鱼还有别的用途。农夫要把稻花鱼捞上来，放好装鱼的竹篓之后，开辟一条水路，放出稻田里的水。这个簸箕是为了捞上稻花鱼。在这个鱼类动物稀缺的湘西山村，稻花鱼是很珍贵的食材。对于湘西人来说，比起河水鱼，稻花鱼更为珍贵，口感更佳。所以做鱼的时候也不能随意用水，必须使用梯田附近的山泉水。农夫要用梯田里生长的鱼和梯田边的山泉水来做湘西传统美食。收拾好的鱼要从中间切成2片，厚度和手指宽度差不多。为了保持鱼原有的味道和口感，切好的鱼里面除了盐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放。
但是为了消除腥味儿，要放进几片鱼香叶一起炖煮。煮鱼必须用小火，等鱼汤变成乳白色，就可以捞出鱼肉。在鱼做好之前，农夫不会离开灶台，他要不停地确认进度。煮好的鱼装入盘里之后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。农夫带着煮好的鱼要去一个地方。农夫把装着鱼肉的篮子放入小溪中。在炎热的夏天，农夫要借用山泉水清凉的魔法。鱼肉中的胶原蛋白在清凉的山泉水中会凝固成冻状，美味在时间的沉淀中产生。过了几天，农夫回到山泉边，装鱼的篮子一直在溪水中接受魔法的洗礼。在这里，即使有人看到它，不是自己的东西，就不会有人对它起贪念。鱼肉变成冻状了，农夫拿着鱼冻回家了。这是农夫与大自然共同创作的美食。吃鱼冻的方法很简单，在大自然加工过的鱼冻上，放入一点剁好的辣椒碎，就做成天下第一美食了。当天晚上，终于可以品尝大家期待已久的鱼冻了。它来自大自然，是大自然的产物。这个鱼冻的。湘西人的饮食很简朴，从食材获取到加工方式，以及贯穿其中的顽固口味，湘西人都执着于大自然魔法的这种直接、简单却有效。孙女就要去上学了，奶奶急着把剁椒装入玻璃罐。老奶奶装的剁椒会陪伴小女孩接下来一周中的每一餐。湘西的山河绝壁很是俊俏，孩子们的上学路也是曲折无穷。越过山河绝壁，路程遥远的孩子们都要住在宿舍，所以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藏着一个宝物，叫剁椒坛子。上课的时候，即使在用手指写字，孩子们也都在想着另一个东西，就是书包里的剁椒。
桌子上面就会摆出简朴的饭菜。只要有家里的剁椒，一碗米饭很快就能吃完。现在，大多数的孩子都喜欢甜品，但湘西的孩子要先学习吃辣，吃着吃着就对辣味熟悉了。这一生所有的经历背后，并不都是甜味儿，更多的是辣味儿和苦味儿。孩子们步入社会后，剁椒留给他们的辣味儿，会成为他们逆风前行的勇气。山洞的环境是天然的温床。阴历3月初3，是侗族的传统节日。这天，还在通道县人民医院实习的侗族姑娘史丽芬，接到了妈妈的电话。妈妈跟我说，就问我说要不要就是定亲。相亲，在这个19岁女孩心中还是一个遥远的未知。可是，在母亲心里，自家的姑娘没着落，自然寝食难安。拗不过母亲的史丽芬，还是准时回到了那个养育她的小山村。村口处传来隐约的音乐声，到了鼓楼的时候，乐声会变得响亮。一群村民吹着芦笙穿过村庄。芦笙是侗族的传统乐器，村民们知道，音乐是爱情的表白曲。因此，求爱仪式的开始标志是男子们吹响新做好的芦笙。对于这些正值花季年龄的少女来说，今天是非常浪漫的一天。侗族女孩子们手拉手跳着舞，这是名叫月地瓦的侗族传统习俗，其实是一场侗族的传统相亲会。女孩子们围成圈，手拉着手多掖，小伙子们围着女孩子们转着圈儿，唱着歌。心里面呢又怕没有人抢，如果没有人抢的话，那不是很丢脸那样子，然后又怕自己心仪的男孩子又没有抢到。村民们晒着太阳，围观着少男少女们相亲的过程。侗族人不管是谁，都可以通过月地瓦的仪式寻找对象结婚。马上就要到配对的环节了，男孩子要在纷纷散开的女孩子当中抢到自己的心上人，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是为了坚定彼此的心。当天晚上，在鼓楼里会为年轻男女举行相亲宴会，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紧张又兴奋的表情。就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很复杂那样子。月地瓦相亲会中，吃也是一种有着讲究的仪式。年轻的男女一起吃饭，一起喝酒，同时寻找自己的心上人。如果有中意的人，就要主动给对方喂东西吃，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有，蛮多。
有4、5个吧这样子，然后就问我爸妈情况，就问我觉得他们没有共同语言，聊不来，反正就是没有那种男女朋友之间应该有的那种感觉。每年都要举行月地瓦相亲会，如果今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，明年可以继续相亲，收获或是失落，都将成为回忆。有是有啊，可是我就说被人家拐了啊。几天后，在月地瓦相亲会找到对象的青年男女就会约会，这是一场村里人都知道的公开约会。他们约会的场所竟然是块小山地。侗族村里会为月地瓦相亲成功的年轻人提供山地进行集体约会，他们一边锄地，一边播种、施肥，这也是在谈恋爱。这个时候主要是种植马铃薯、大豆或者是棉花。月地瓦是侗族语，是共同种植的意思。在这里可以看出，月地瓦仪式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种地。男孩子看女孩子的话，肯定是看他勤不勤快。然后第二个是女孩子看男孩，一般就是他关不关心你，是吧？如果说就是2个人在干农活的时候，男方有的时候会心疼一下你啊，那女方心里就会更好受一点。就像我们2个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谈恋爱哦，也是刚从月地瓦也认识，慢慢认识，就后面到了结婚这种地步。像我们种地也是像种豆子一样的。相互了解对方之后，约好秋天的时候一起来秋收。月地瓦仪式维持1年，仪式结束后，男女可以继续维持这段关系，也可以选择分手。如果一对情侣成功结婚，他们会在婚礼当天用夫妇2人亲手种植的大豆做成茶来接待客人。看似复杂的婚恋习俗，渗透着大山里相处与分离的讲究。史家小妹显然没有后悔听从了妈妈的劝说，在全村人的祝福中歌舞，在拥挤的长桌上喂食，以及在一起劳作中呼吸大山的气息。这里是湘西，山与人之间早已有了某种默契。它是孩子们的第一口滋味，它是剁椒中时光的沉淀，它是求爱中共同种植的本意。某些原始需要咀嚼。